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看看我又淘到了什麼老東西。塔卡拉出品一套非常有年代感的 D 叉版的勇者王玩具，這一套的品相可以說是相當的差勁兒了。無奈呀，它價格實在是很便宜，就沒忍住收回來了。目前看吧，身上有非常多的貼紙缺失，還有上邊的一些塗装部分也有不同程度的磨損。好在玩具本體的方面没有任何的損傷，只是缺了武器配件。变形把玩体验没有問題啊。老東西這個料子還是很扎實的，厚墩墩的大飛機，正面看起來的樣子還是特別不錯的。但是翻過來呢，這一面也都是大量的透膠面，反正是作為一个翅膀嘛。咻，新干線的這一面曬得很黃了，而且這地方缺少了貼紙，沒有車窗的刻畫細節了。倒是推車竟然還可以，這個鑽頭曬得又黃，這電鍍也磨損得很厲害了。不過這兩個還是可以旋轉的。下方的導輪也是可以推車，主體的獅子這一塊的鬃毛可以說脫落得非常嚴重了，裙甲裡邊的這些軸也是鏽跡斑斑的。看一下銘文97年塔卡拉台灣版，上邊的這一塊鬃毛打開，哇，這個地方感覺就跟那盤子包了漿似的，就是出土文物，上面還有銅鏽感，哇，你還真別說，這玩意兒就真老氣兒。那我們也是來變形一下，鬃毛先給它扣下去，臉部打開，這個地方你看都是彈簧的齒輪，在轉的時候中間的這一塊是伸縮拉出來的，放到胸口，腰部擰個180度，腿掰直，把腳轉過來。以前的齒輪關節啊，它是這樣設計的，你看這麼大的空槽，然後用底下的這個彈片去頂，雖然可動沒有幾節，但是可以保證它產品的穩定性。肩膀放下來，爪子翻到後面去，腦袋從裡邊摳出來90度，卡住後邊的板子，這一塊打開這兒，順裡邊頂一下，把它鎖住。屁屁甲打開，尾巴給它收進去。胸口的獅子嘴打開，人形我們就變成了。其實看起來還是不錯的。整體來看一下，人形的這個身材比例做的還是非常不錯的，很好看。關鍵是啥呢？作為最後一部動畫片的勇者系的主角啊，它在玩具的關節處理上面進行了大幅度的升級。可以看到這一款的可動性相對來說是所有勇者系列裡邊最好的了吧？這基本上都快算個可動人偶了啊！頭還能轉，不錯啊！腰也能轉，胯部左右還能劈開。而且全身基本上所有的關節都是齒輪處理的效果啊！打開中間的無損咬扣，掰開這個蓋子，就可以把兩個大鑽頭套在手臂上。這個樣子啊，其實挺帥的啊！你別說，雖然是老玩具啊，但是能把動畫片裡邊很多的細節都還原出來。況且這個造型也不差，很帥的。然後我們進入合體過程，兩隻腳收起來。翻開兩側的側裙甲，腰部旋轉180，手臂背過來，卡到後面去。鑽探機從中間一劈兩半，打開上面的蓋子，滑槽拉下來，腳尖、後腳跟打開，兩條腿直接套進去。中間這裡是那種彈簧的鎖定點，把它壓到最底下卡住。新幹線鑽山洞，要有一個這樣的回彈的感覺，然後翹起來。其實它翹上來這個角度以後，基本上就把裡邊定住了，卡得還挺結實的。手臂順着這裡邊也是齒輪關節拉下來。飛機拉開後邊的面罩，順着這裡兩個大的 C 型扣子直接卡上去，這
這2塊你甚至可以做到一體去变形，把它拉下来，再往前折，立起来，鬃毛拼合。这里边给做了一个关节，让它有避让的空间。然后拉下来2个胳膊对準。小臂的连接位置，根部这里是一个滑槽，同时胳膊拉下来对準了以後，這個6棱樁直接推上去。推到頭，把拳頭頂出來，也拖開了後邊的滑槽位置。可以說這個地方也是完美還原了動畫的合體過程。但是老玩具就別想着拳頭唰鑽出來的那種感覺啊，那個就要到後邊的超合金魂系列裡邊。最後頭雕一蓋，輕高蓋嘎。也是礙於那個年代的技術限制吧，所以頭盔沒有辦法做得很薄，還得保證單體人形的一個頭部大小啊，這個看起來就有一些厚了，所以呢就顯得頭有一些大，肩膀、胳膊這裡有一點細，胸口金色電鍍的這個獅子鬃毛還是非常好看的，因為是把頭盔整個套上來的，所以鎖死了可動。肩膀的位置平舉的話，從這個關節變形的位置，這裡是齒輪，左右旋轉就沒有了。胳膊肘齒輪關節曲臂可以達到90度，在新幹線的這一段縫隙裡邊也有一個齒輪關節，讓肩膀前後活動。合體後背包雖然有所限制，但是腰部也能保證各左右45度的旋轉。原先人物身體的側台有2尺啊，能掰起來45度，但合體以後用這塊裝甲就限制住了，打不開了。前踢這個地方也多少會有一些影響。翻起來裙甲差不多也就踢45度，之前人家是可以踢90度的。膝蓋的關節直接就鎖死了，也就沒有可動了。但是左右旋轉還存在，腳底沒啥接地，也沒做尾斜坡，所以對這種老產品來說，我們也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去要求它，主打的還是一個情懷的加成。而且這一套其實我主要是看上了它沒什麼損壞，主體的部分變形把玩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品相並不好，還缺了武器配件。就像一開始說的，看上它主要是因為價格特別便宜。就這麼說吧，如今還是保一個 D 級別的價格就有了這麼大的一套勇者王，這個換算下來，我覺得還是很有性價比的。它組合完尺寸真不小啊，將近29公分的身高，也是因為2000年前後，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勇者系列不論是動畫和玩具，可能就不會顯得那麼的突出了。所以我對勇者王系列的情懷感沒有那麼的衝動。但時隔了這麼多年，玩到了這套老玩具之後，也確實能感覺到塔卡拉當時對於最後一部勇者系動畫的玩具角色一些設計的用心程度，而後續各家公司的迭代產品也都大部分圍繞着勇者王展開。塔卡拉今年好像還重新推出了新的4季始源勇者王，但是反觀最初的這一款祖先級的產品，雖然它的樣子用如今的眼光看起來已經顯得那麼的幼稚，品相是那麼的糟糕，但說實話還是會被這些老玩具的誠意所打動。做的確實不錯。如果時間能往回倒流小30年，在那個時代擁有這一套玩具，想必那個時候的我絕對會特別開心吧。最關鍵，為什麼要買這套勇者王呢？一個是因為它價格便宜，第二個，先前我買到了它。說好了不再淘這些老玩具呢，我咋就管不住這個手呢？